那青光眼呢，是台湾民众失明的第2大原因。中医还是认为，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呢，可能是营养供应不过去，然后造成一个神经的一个损伤所以我们用针灸或是请病人按摩，都是让血液供应到眼睛里面去，修复它的神经。通常插进去眼球里面的针会有多长啊？我大概扎1寸进去啦。1寸也很长中药里面有这个。它是对修复眼睛非常好的东西，所以医生是不是要教我们一些降眼压的这个方法？对，青光眼的人大概会痛在这个眉棱骨的地方，是。那这边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降眼压的穴位，这个叫。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我是 Amber。依照统计，台湾青光眼就医的患者呢有31万，那在这10年间呢就已经增加了近70%。那青光眼呢是台湾民众失明的第2大原因，怎么样子去预防跟治疗这个青光眼？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是宜生中医诊所的吴宏前医师，吴医师您好。大家好。吴医师想问一下，青光眼呢，它分为原发性，还有就是因为其他因素所造成的这个续发性。那在原发性里面呢，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如果眼睛的房水排不出去，它造成眼压高，所以它会有一种是高眼压所造成。压到这个视神经，所以造成这个青光眼。但是有一些呢，就真的是没有这个高眼压他可能一直要等到这个视神经受损了之后，他才知道说，哦，原来我得了青光眼。那所以如果说他的眼压不是高的情况之下，那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判断方法，觉得说，你有可能有这个问题对，我们其实最常见的会用3个方式。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晚上在看这个灯光的时候，像青光眼的人，我们看它是不会有红晕的。可是这些青光眼，他看这个晚上的灯光，比如说路灯的时候，他会看成一圈一圈的这个红晕出来。那不是散光吗？不是，散光的话呢是个凹凸不平，所以它会散掉，会刺眼，它会刺眼。好像我自己有一点点的散光，但是我开车的时候就会觉得，如果对面强光照射来的话，会觉得有点刺眼。那是散光，因为它的表面曲度不一样。可是青光眼的话，它会产生一个红晕，而且它的视野会变比较狭小。好，这是第一点。然后第2个呢，就是说我们视力呢会极度的下降。它不是说今年100度，明年150度，它可能一下子200度、300度、400度，在短时间内，对，就是非常急剧的一个视力的下降。那另外一个就是病人呢，他会有一个偏头痛，特别是在这个地方，在眉棱骨这个地方，我们常常看到青光眼的人在这个地方会疼痛，而且会痛到很厉害，甚至呢痛到恶心、呕吐。然后呢，这种人很多都是因为血液循环供应不好，没有办法供应到眼球，所以相对呢，他的手脚呢血液供应也不是很好，所以这种人大部分会手脚冰冷。那因为这个头痛又造成呕吐的话，很多时候会被误会以为是这个肠胃道的一些问题啦。但是我们会问一下有没有视力的问题，特别他的头痛，因为其他的头痛是在这边附近，但是他青光眼的头痛会集中在这附近。所以大概有这3种情形的时候，我们就要请他再去医院做详细的检查。是这3种情形是择一个就已经有机会，还是说如果3个都有的话，那就是更高的，铁定有机会。对，是更高的情形。医生，你这样讲，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对于散光的概念跟你的讲法有点不太一样。我常常看到红光，我有青光眼，所以你赶快要去检查一下。是，那所以得青光眼会不会就是因为像我们现在3C 产品看太多的关系，所以现在得的人比较多，还是说也会有什么样子其他的生活习惯造成这个青光眼增加呢？会，其实3C 它其实真的会对我们的眼睛有伤害，而且我们一直长时间聚集的时候，我们刚刚讲青光眼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营养供应不到神经，血液循环供应到不神经，造成神经的一个受伤，或是一个眼压太高，造成一个压力太大，然后神经受伤。所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神经受伤。当我们极度的在注视一个地方的时候，其实那个血液供应是很不好的，所以我们都会建议，就是说我们在看电脑的时候，30分钟要休息个5到10分钟。那看手机的话，看10分钟，其实就要休息5到10分钟。
特别是看3C 产品，常常真的就会目不转睛。对，然后它就会影响那个血液供应到神经，而且我们神经是需要营养最多的。你如果长期注视的话呢，可能那一区的营养被用完的时候来不及，其他的营养来不及供应上去，所以是非常容易受伤的。它跟眼睛的那个含氧量有没有关系？还是就是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的血中里面其实就是把营养跟氧气，对对。带到我们的神经啦，所以跟含氧量降低绝对有很大的关系。那跟现在人喜欢戴隐形眼镜有没有关系啊？隐形眼镜也会啦，就是说隐形眼镜戴太久的话呢，也会造成这边的缺氧的情形。但是还好，因为它神经的话是在这个后面的眼眶的后面的地方的神经受损的。对，所以如果说要增加这个血液循环的话，我觉得西医他们可能的方法就是，要么就是把这个防水排出，让眼压不要那么高，或者是说增加血的这个流量，所以呢，大概治疗的方向也都是往这个方向来做。那在中医的话，会有什么样子的治疗方法在青光眼上面？中医还是认为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呢，可能是营养供应不过去，然后造成一个神经的一个损伤啊。所以之前呢，我们不管是在穴位的治疗，我们用针灸或是请病人按摩，都是让血液供应到眼睛里面去，修复它的神经。我们除了针这个周围以外呢，我们会把针到这个眼眶跟眼球里面去了。所以我在中国医药大学其实就是专门教学生如何把这个针呢针到这个眼眶跟眼球里面去，那它才能治疗到我们的眼球的后面，就是眼眶前缘的地方，那个神经的地方去治疗。通常插进去眼球里面的针会有多长啊？一般我教学生是他们刚开始初学，我大概扎1寸进去啦，1寸也很长哎。对，1寸大概2.45公分啦。那如果说要治疗到视神经那个神经轴的地方的话，我们大概要扎到1寸半到2寸哈，扎到眼球跟眼眶的那个里面。哇，这个手真的不能抖。对，那要有很高的一个技巧，所以一般我们初学者大概只教他扎大概这样子啦，但是那也很恐怖。对，到很有经验的医师，我们才会教他扎到这么深。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用很多的中药呢，其实也可以供应到眼球去治疗这个眼睛。比如说我们中药里面有这个枸杞啦，还有决明子啦，还有蒺藜这些东西呢，它是对修复眼睛非常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会开一个补气血，然后帮助血液循环供应，然后再把这些修复眼睛的这些中药带到眼睛里面去做治疗。所以我们大概是用病人的症状，然后用针灸的穴位，还有用中药去做治疗的。那假设说，我们都说青光眼其实是蛮难不可逆啦，就是说能够预防就预防。那但是假设真的已经有出现视野有缺损的话，中医是有办法医治的吗？这样子，那个视神经它可能好，比如说这个20%的视神经已经受损，那没有办法。可是20%的视神经可能生病了，可是还没有完全都死亡，那可能40%的还好好的。那我们中医就是尽量用针灸或是用中药的方式去修复这些生病的细胞了，不要让它整个坏死。所以我们最多只是让它维持，或是比较好一点点，但是绝对没有办法恢复到跟原来的一模一样。但是你整个视神经完全都死亡了以后，其实是没有办法的。所以眼睛的保健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医生是不是要教我们一些降眼压的这个方法呢？对，那我先讲这个眼睛旁边的，就是说从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讲的，其实青光眼的人大概会痛在这个眉棱骨的地方，是。那这边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降眼压的穴位，这个叫攒竹穴。然后攒竹穴这里叫睛明穴睛明穴，然后这里叫鼻泪沟，然后这边呢刚好又可以治疗眉棱骨的疼痛，又可以降眼压，然后因为这边又叫做泪囊，还可以帮助我们的防水的排出还有防水的通透，所以呢大家记得用这2只手指这样子，然后慢慢滑动下来到睛明，然后滑动到鼻泪沟，这样子这样子。这个其实是我在治疗这个眼压过高的一个很重要的穴位。早上有一个病人，我帮他眼压降下来了。早上就今天早上刚刚的，他刚刚去眼科的时候，眼科医师说，
奇怪啊，为什么你没有点眼药水，也没有吃药，为什么眼压降下来了？他就说在吴医师那边针灸，然后眼科医师还跟他问说，吴医师到底针了哪些？他说竟然没有点眼药水，也没有吃药，就把眼压给降下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哈，从这个攒竹到睛明，然后到鼻泪沟这样子，要到这个地方。对，然后这样子上下的这样子滑动，上下的这样滑动，这是可以降眼压。对，还可以帮助我们的防水呢，从这个鼻泪沟给排出去，还可以治疗眉棱骨的疼痛，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从这边叫丝竹空，然后这边叫下面眼睛对过来的外面这个凹窝，各位可以摸到从眉毛跟这个眼角外面有一个凸起来的骨头，然后凸起来骨头外面有凹窝，有一排凹窝，所以你从这个眉毛旁边这个凹窝由下这样子按下来，然后再按上去，这个叫做从丝竹空按到童子疗，从丝竹空按到童子疗。那我在临床上直接就是针这2个穴位，还有这个脚的穴位，就是足灵气。那个灵气的意思就是说，你眼压太高，造成眼泪汪汪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足灵气来降眼压。脚里面有2个很好的降眼压的穴位，一个就是在第1脚掌骨跟第2脚掌骨中间，这里有一个凹窝，这个地方叫做太冲穴。然后第2个呢，就是在我们的第4跟第5脚掌骨的中间，这里凹窝，但是要记得，你看这个有一条肌腱，要在肌腱的近心端，肌腱近心端这个地方呢，叫做足灵气。你可以用原子笔，原子笔这个钝端的地方，这样子揉按这个太冲穴。所以就是3个方法可以帮病人降眼压。好啊，那我觉得从刚刚医生的说法里面，就是我们除了改善生理的健康以外，这个血液循环的健康，其实它也是影响到眼睛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重点。那其实我自己个人也会觉得说，还有一种会影响到眼睛，就是精神的状态。我的意思是说，例如说我同样一个时间，我在看电脑，但是我是工作在看电脑，跟我是很开心的在看影片呢，好像那个对于眼睛的压力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医生会有这样子的说法吗？那是一定的啊。比如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对啊，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它是整个在集中的啊。紧绷。紧绷的时候，你的血液啊、血管啊，还有神经，它其实属于收缩的状态啊。可是你放松的不会啊，它的血液一直供应很充足啊。比如说像我们紧张的时候，我们肩膀的血管神经也是紧绷的啊，所以血液就供应不上来，等一下你这边就酸痛了。可是当我们在看一些影片的时候，很轻松的时候，它其实是不会紧绷。医生你这样讲，我就突然觉得，其实同样是这么长时间工作，如果我是以一个比较轻松的心情，或者是不要太计较，或者是得失心太重的心情去工作的话，其实因为情绪好了，所以我可能就不会有这种紧绷的东西，就比较不会影响到我眼睛的健康了。对啊，这是一定的啦。所以说这个生活规律啊，然后心情稳定啊，甚至是说避免熬夜或者是情绪激动，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从事一些促进血液循环的运动，像是什么散步啦、游泳啦、慢跑。我们可以每周就是固定做个3到4次，大概3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也都是可以帮助这个降眼压、改善这个血液循环的。但是我知道，就是说，如果你有在做重训的朋友呢，有这种青光眼的状况的话呢，就要避免闭气，因为闭气很容易会造成眼压的升高。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吴医师，谢谢你，谢谢。